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画线性的西子吧。那我们在上一集影片有教 Graph Mapper 来创造一个比较带有数学性的一个序列。那我们今天就用 Graph Mapper 来画一条线。那一样，我们先创造一个序列。我们到 Set 标签底下选择这一个 Series。那我们来总共创造40个数字。好，这样我就产生了这个0到39，总共40个数字。然后呢，我们到 Parameter 底下这边，我们用这个 Graph Mapper。好，我直接把这个 Series 的数字送进 Graph Mapper 里面。然后呢，我们选择的这个数学性，我们用 Perlin 好了。好，那一样记得，你看它现在这边范围，输出的范围是0到1，然后输入是0到1嘛。但我们这边的给的数值呢是0到39，所以我们点2下，我们进来这边修改，我们在 X 这边呢把它改成0到39，然后在 Y 也就是它这个更改后的这个数值呢，我们把它调整成25。好了之后按下 OK。那接着呢，我要把这个转换成一个线。我现在已经有这些已经被更改过后的这些数值序列了。那我如果要画线的话，我需要先创造点。那我们就用这些数字来创造点。我们到 Vector 这边选择这个 Construct Point。好，我先把这个删掉。我稍微缩小一点。好，我们呢现在在这个 X 方向，我们先给它一个固定的间距，所以我们直接用这个0到39的这个 Series， 把它送进 Construct Point 的 X 里面。然后呢，我现在这个是，我现在是在 Front 的视窗，我在这个轴的话，它是 Z 的高度。那我现在呢，直接把这个 Graph Mapper 玩的这个数字呢送进 Z 里面。你就会看到你这个点位，它就开始有这种变化了。然后它这个图形的变化呢，跟我们这个图是非常相近的。好，那我们现在直接利用这些创造完的这个点来画一条曲线。我们到 Curve 标签底下选择这个 Interpolate， 它可以利用一系列连续的点来画一条连续性的线。那我们直接把这个 Construct Point 的这个 point 呢送进 Interpolate 的这个 Vertex 里面。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已经画好一条线了嘛。我们把这个先作为一个隐藏。好，这个线呢就是我们等一下要作为线性西子的这个目标。那我们之前呢，我们画西子，我们是不是都是照用 Vector 底下这个网格来做嘛？那这个是比较平面的。我们这次呢，把西子画在曲面上。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画一个曲面。我们到 Rhino 里面画。我先把视窗切回后视。好，现在先来画一条曲线。那呢，我们刚刚创造了这个 series 啊，它的范围是0到39，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等一下画的这个曲线，就尽量是在大概 x 在40的这个范围里面来画这条曲线。好，我现在用这个来画曲线，超出去没关系，我画2条。是这样，好，我先把这个删掉。然后呢，我的另外一条呢，我这边高度是25嘛，所以我一样不要离这个范围太远，我把它上移25。好，这样我这个曲线就画好了。这样子呢，我这个等一下要形成的这个曲面，它会跟我们这一条线性西子的线，它会比较相近一点，这样比较容易看出我们等一下做了这个变化。那我现在直接将这2条线，我用 Loft 把它形成一个曲面。好，这样我这个面就长好了。那我现在呢，把它丢到 Grasshopper 里面。
我按右键选择 Set One Surface。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在这个面上面，我们一样需要创造一个基本的一个模具的一个分割。那我们要分割面呢，我们可以到 Surface 底下这边，我们选择这个 Divide Surface， 还有这个 Surface Frame。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个电池的差别。这两个电池呢，都是将你的一个面去进行分割的哦。那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这边输入端其实都非常的像，但是它后面的输出端呢有些微的差别。那呢，我们先用这个 Divide Surface， 我们把这个 Surface 送进来。好，那你会看到你的这个面呢，其实上面已经长出很多点了，有没有？然后这个点它是带有一些比较规则的这种分布的，就它不是随便乱分布的。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这个 U 跟 V， 那它这个 U 跟 V 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代表的是说，我们这一个面上面，它在 U 方向跟 V 方向的分割有几个？好，假设呢，我在这边我打一个5好了，你会看到这个方向的分割就变少了，有没有？所以我如果调整，它就会慢慢变多跟变少。那一样，我如果呢在这个 V 的方向，我也可以调整，这样我这个曲面它的分割就会有疏密的一些差别。那什么是曲面的 UV 呢？这个的话，我们会在下一集影片有比较多介绍。今天先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面呢，你看你点一下，它是不是有看到这个黄色的线？有没有？它其实是一个一个矩形的。在 Rhino 里面，我们的面它都是有一个矩形的结构在。那你如果是矩形的话呢，它是不是就会有这个方向，横的这个方向，跟这个比较接近直线的这个方向，它其实就表示的是你这个曲面的 U 方向跟 V 方向。那一个曲面呢，它总共会有3个方向，除了刚刚提到的 U 跟 V 之外呢，还会有一个这个方向的，就是法线的这个向量。好，那我们今天主要会用到的就是这2个 UV。那我们在下一支影片会有比较多关于surface 的一些介绍。我们今天先知道说我们这个面啊有 U 方向跟 V 方向，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分割，这样子就好。好，那我们刚刚用这个电池嘛，它是 divide surface， 它是透过这个 UV 的方向来创造一个 surface 上面它有这个点的分割。好，你看它后面这边有这个 normals 嘛，它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点的法向量，就是刚刚有提到了，你这个线它还会有，你这个面它还会有这个法线的这个向量。好，那我们来看第2颗，它是 surface frame。我先把这个隐藏，我们把 surface 送进来。你看到它后面这边的输出端啊，它是一个一个的平面，跟我们这个它是点，就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可是啊，它上面分布就是它分割这个曲面的方式，其实跟你这个点位产生的这个分割的这个间隔间距，它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前面这边给的这个 U 跟 V 是一样的话，它其实产生的这个分割的这个效果会是一样的，只是它的输出端这边呢，一个是点位跟法向量，那一个是平面，这样。好，那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是这个 surface frames，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就删掉了。好，然后我把这2个移到下面来。那呢，我们要分割几个呢？6跟8好像太少了，15跟15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取得了这个曲面上面它的这些分割平面了。那呢，平面它其实跟点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平面的中心它就是一个点嘛。所以呢，我们现在直接在这个 frames 的这个 output 这里呢，我们给它一个点的参数。好，这样你看这边就有很多这些点了。好，我们先把这个先关掉。
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点，这上面这些这个曲面上面分割的这些面，跟我们这个目标的这一条西子的线呢产生关联？一样，我们来利用测量距离的方法。那可是这条它是线的，我们要怎么样测量距离？距离是测量点跟点，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一颗电池，它叫做 pull point，在 vector 标签底下的这里。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输入端哦，有点跟几何。那这个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所有的点，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一条线，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几何上面。那你看它的这个输出端，然后后面这边就有这个距离了。意思是说呢，它会把这上面每一个点找出跟这一条线最近的一个位置。然后呢，它在这个最近的位置就会跟这个原本的点得到这个测量出来的这个距离。好，我们直接把这个点先送进来。好，然后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几何上面嘛。好，我把它送进来。好，你看到现在这条线上面就长了很多点，有没有？然后呢，后面呢也会有这个对应的这个距离的数值。好像有点抽象，我们来直接看一下。那这边我做给你们看就好。我现在呢，先找出这个点的第一个点，这些点的第一个点是这一点，左下角这一点。然后呢，它会把它放到这个几何上面嘛，我一样把这个点呢找出来。所以呢，这个点它距离这条线上最近的点就是这个点。好，我把它丢回 Rhino 了。那我们现在呢，来量一下它这一个点跟我们刚刚这个距离最近的点的距离。好，我直接画线。好，然后你们看一下，下面这边就有写说它的这个距离是10.758。好，你看是不是就跟这边这个第一个值是一样的？好，那假设第10个点位好了，我把它送进来，10在这里。好，第10个点位跟第10个这个最近的这个点，我一样把它 back 回 Rhino， 然后 Rhino 里面的点这两点，我把它量一下，你看11.172，第十个点这里，好，所以呢，它其实就是把你一群点，把它放到一个目标上面，然后它会直接找最近的这个位置，然后进而呢会得到它们之间的相距的这个距离。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用这个测量出来的距离值来作为我们要缩放或者是变形的一个依据。那我就先把这个点呢，先把它进行隐藏。那我们现在直接在这个曲面上面呢，来画很多个圆吧。我们到课底下这边选择这个 circle。好，你看哦，如果我现在直接把这个点呢，我直接把它送进来。前面有提到过说，你这个点如果直接把它当做平面的话，它其实会以这个世界坐标，也就是 x、y。所以你看我画了这个圆，它每一个都是平的。但呢，我其实想要它是贴近在这个曲面上面的嘛。那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利用这个分割完的这每一个平面呢，来作为我们 circle 所需要的这个平面。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圆呢，它就是会旋转过的。我们直接把它送进来看一下，好，然后把它隐藏。你看到你这个圆，它就是比较贴近你的曲面的，有没有？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four point 完所测量的这个距离呢，把它送到 radius 里面。那我们一样需要先将这个距离呢来做一个缩放，避免它值太大或太小。我先把这个点隐藏，好，我稍微缩小一下。我们用 remap 的方法来将这个值进行一个缩放。我们到 math 底下这边有这个 remap numbers， 然后还有这个 construct domain， 一样先把它拖下来，然后还有这个 bounce。
这几个呢很常一起做搭配。好，那呢我们现在呢需要将这一系列的这些距离值呢来进行缩放。我们如果要将它缩放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送进来，这个 remain number 的这个 value 就是我们要缩放这个目标。那我们需要先了解到我们这个目标它的最小值跟最大值，所以我们用这个 bounds， 我们把 distance 送进来。那注意哦，它现在是带有这个树状结构的嘛，意思是说，我这边测量到了这个 bounds， 它其实会仅仅只限于这个资料夹里面它的最大值跟最小值。所以呢，我会希望说它是把它视为一整体的，所以我在这边要记得 flatten。好，我们把它送进 remain number 的这个 source 里面。那我们的 target 呢，我们就利用这个 construct domain， 我们把它送进来。那我希望把它缩放成 0.1， 好， 0.1 到 0.8 左右的数值。好，然后你就会看到后面这边的这个值呢，它就是被缩放过的。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缩放过的值呢，我们把它直接送到 circle 的这个 radius 里面。那我们这个线性的西子其实就已经完成了。那你如果觉得这个点啊太小的话，你可以再把它放大一点，可以再去调整。那如果你想要是比较近的，它是比较大；比较远的是比较小，一样你可以直接更改这个 domain 的这个 start 跟 end， 它就会变成是相反的。好，我先把它换回来。那接着我的这个圆已经贴近在这个面上面了嘛？我们接下来要将这个面来进行切割。那它切割的来源呢，就是这个线，这个 circle。我们到 intersect 这里选择这一个 surface split， 它呢是利用曲线来将你的面进行切割。好，我稍微缩小一点。我们要切割的曲线就是这个圆，对不对？好，我把它送进来。然后我们的这个面呢，是不是就是这个面？但先等一下哦，先不要急着送。我们这个 circle， 你看它是带有树状结构的嘛？但我们的这个 surface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表示是说呢，我这个圆它是带有资料层级在的。它可能我这边这一排最底下这一排它是一个资料夹，第二排呢它又是一个资料夹。所以呢，我现在需要将这个 circle， 我们按右键选择 flatten， 把它视为是同一个层级里面，然后要直接跟这个层级同样一个层级的这个面来进行切割。好，这个时候呢 flatten 完之后，我们再来把这个 surface 送进来。好，稍微等一下。那你会看到你的这个面呢，其实就已经被切割了，有没有？你的这个线，有些这个圆圈的线已经变成是绿色的了，表示说它已经切割成功了。那你看一下后面的 output， 它有非常多个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边不是只有一个面吗？其实它切割完的话，它同时也会包含了这边每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圆，它也都会变成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一个切割的面。那这时候我们如果只想要保留这个最外面这个面的话呢，我们要利用资料筛选的方法。那我们要怎么样筛选？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面积？因为这个最外面这个它的面积一定会是最大的，这些圆每一个面积都是比较小的。好，那如果要测量面积的话呢，我们到 surface 底下这边有这个 area， 就是我们之前很常拿来做找中心点的。它这边上面这个 output area 就是面积。好，我们把它送进来。这样子呢，它后面就会完成每一个面积的计算了。好，那我们计算完之后，要怎么样把这个面选取出来呢？我们可以到 set 标签底下这边有一个 short list。好，在这里。
那它要怎么整理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的 input 有 keys 跟 values。keys 的话呢，代表的是你这个东西的数值，那它只能是数字的类型。那这个 value 呢，它是 optional 的，就是你要整理的这个物件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 SolList 这颗电池哦，它的两个来源，第一个的话是我们要整理的数值，也就是 keys，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数值的来源就是 value A。举例来说，假设我现在有甲乙丙丁这一笔资料，然后0123分别是它们的编号，我的甲是56公斤，乙49，丙62，丁跟54。那假设呢，我现在想要依据他们的体重由轻到重来进行一个排列。如果呢，我将56496254这几笔数值，我把它送到 keys 里面，然后我把甲乙丙丁送到 value A 里面，它呢就会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会重新从这个 keys 的小到大重新做一个排列，然后呢，它原本分别对应的甲乙丙丁呢，就会是重新整理过的一个顺序。好，我们回到 Rhino 里面，我们要来整理这个 sort list。那我们要整理的目标是什么？是这一个 surface， 对不对？那我们要整理的这个数值呢，就是这个面积。那我们直接把这个 area 把它送进来，然后呢，我们的目标的这个来源呢，就是这个每一个被切割完的这个面，它就会分别对应到这个有大有小的这个面积嘛。好，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它的这个面积啊，就会从最小的慢慢的排列到最大。你看最后一个它的面积就特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想要的这个被切割完的这个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alues， 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面最后面这个面就是我们要的最大的这个面。那我们要怎么样直接做对这个面进行筛选？我们可以用 list item 在这里，好，我们就可以直接将这一笔资料里面的最后一个来进行选取。我们可以呢把这个 list 送进来，那它这边预设都是选第一个嘛。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选的方法可以有两种。第一个方法呢，是我们现在总共几笔资料，257笔，那它最后一个的编号是256嘛，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index 这边我们输入256，或者呢，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输入的这个 list 里面，它现在是由小排到大，对不对？我们将它反转，我们按右键选择这个 reverse， 把它变成是由大排到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直接选取到原本最后一个的这个面了。好，我直接呢把前面这边先进行一个隐藏，回到这里隐藏。好，这样子的话呢，我这个面呢就已经被选取出来了。我把原本这个曲面隐藏一下。好，其实这样就做的差不多了。那在进入结尾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观。它在这个最边缘的地方啊，也都会画到圆。那这边的圆就会变成是只画了可能一半的，那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美观，好像被咬过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样针对这个边缘的这个圆呢？我们来将它进行剔除。我们呢来做一下筛选。我们回到前面这边。就是一开始在分这个 surface plane 这里，我们来将这个曲面的这个分割完的这个面来进行一个筛选。好，我们可以到 curve 底下这边，在 analysis 这里有一个电池叫做 point in curve， 它呢可以把你一个线里面的点，它可以把你一个点跟线的关系测试出来。好，我们直接把这个点，我们把它送进 point curve 里面。好，那我们的这个 curve 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曲面它的这个外框线嘛。那如果我们要取得一个曲面的外框线呢，我们可以到 surface 底下这里有这个
Brave Wild Friend。好，我们直接把这个 surface 送进来。好，你看一下，它就会把你直接这一个 surface 的这个最外纹的这个轮廓线截取出来。那我们看一下后面哦，你看它是变成4条线，也就是说你这个面的这个边这4条是分开的。那呢，我希望它会是一整个完整的线，所以在这边呢，我在 curve 底下这边，我用这个 join 把它这几个4条分开的线，把它变成是合在一起的线。好，那我先把这个就先隐藏了。好，有了这个轮廓线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将它测试这个有没有在这个线里面了。我们直接把这个 point curve 的这个 curve 把它送进来。好，那你看到后面这边就有这个关系哦。你看一下它这边的叙述，如果它是0的话，表示说你这个点是在这个线的外面；如果是1的话呢，表示说你这个点刚刚好在这个线上；如果是2呢，表示说你这个点在你这个线里面。也就是说，它后面这边的这个 output 其实就是一系列的12012的这个数值。好，那刚刚有提到，如果是1的话，就表示在线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等于1的剔除掉就好，或者是说我们只保留是2的数字，也就是表示说只有在里面的这个点位我们要进行保留。那如果我们要针对这个东西做筛选的话呢，我们先把2是不是2来做一个判断。那我们到 math 底下这边，我们用一个等于这里，我们把这个 relationship 的这个关系呢，把它送进来。刚刚有提到嘛，如果是2，就是在里面，然后我们要将2的这个来进行保留。好，我们在这边直接给它一个2。好，我们将它送进这个等于的这个第2个数值里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后面这里哦，它这边呢就会写说，哎，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等于2？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看它第一个数字是1，有没有等于2？没有，所以是 false。那在这里呢，这个有等于2，所以这边就是 true。好，我们现在就有一系列这个 true false 的判断了，对不对？那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true false 来针对我们前面这边的这些面来做一个筛选。好，那如果要利用 true false 来筛选的话呢，我们到 set 底下这边，我们直接用这个 core pattern 这里。好，这边呢，我们利用这个 true false 的 pattern 来将我们这个点进行一个筛选。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有没有等于2的这个 true false 的判断，把它送进 core pattern 的 pattern 里面。那我们是要针对什么东西进行筛选？我们是不是要针对这个面每一个面来进行筛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面送进 core pattern 的这个 list 里面。好，那你会看到你的这个面呢，其实就已经被筛选完了。我看一下哦，你看原本的这个面是比较多的，新的这个面是比较小的，就是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面的。好，那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筛选完的这个面呢，来跟原本的这些面替换掉。好，我把这边的电池稍微往后面移。好，这个的话是筛选过后的面嘛，它呢会是我重新要测量 pull point 的这个新的点，我直接把这个送进 pull point 的这个 point 里面。然后呢，我也要利用这个筛选完后的这个面来作为我要画圆的这个依据。好，我先把这个关掉。那这么一来呢，你这个面就会变成是比较干净的，它原本会切到边边的就会被删除掉。好，那这个的话呢，就是今天的案例。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呢，我们学到了蛮多新的电池的。那在一开始呢，我们利用上一堂课有学到的这个 Graph Mapper 来画一个比较数学性的线，
来作为我们线性析子的一个基础。那接着呢，我们在 Rhino 里面画了一个面，透过这个 Surface Plane 来将这个面进行一个分割，然后我们利用这个 Pull Point 将这个面上面的点跟这个线来做一个最短距离的测量，并且呢，将这个距离值作为我们缩放的这个依据。那接着呢，我们将缩放完后的这些圆来将这个最大的这个面来进行一个分割，我们用了这个 Surface Split 的这个电池，然后接着我们利用它的面积的计算，因为它分割完后会连这个小的圆也一起嘛，我们利用这个面积的计算来将它进行整笔资料的序列的重新一个排列，并且呢利用 Reverse List 来将这个资料来做一个反转，来做这个最大笔面积的一个选取。那在最后呢，我们做了一个进阶一点的操作，我们将这个点透过这个 Point in Curve 来做这个有没有在边缘上面的一个筛选，并且利用 Cool Pattern 来做这个 True False 的判断，来达到保留我们这里面这些点的这个目的。那这是今天的案例。那在下一支影片呢，会介绍 Rhino 里面 Surface 的一些概念。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或分享哦。